土耳其同时威胁美俄军队，让美俄要么滚出叙利亚，要么就等死。可不是光嘴上说说，美国竟然先怂了。敬请关注本节目。近期叙利亚局势扑朔迷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美国、俄罗斯、土耳其都想彻底掌握叙利亚的局势，因为这里对中东国家而言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既是中东的中心，还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任谁都不想放手。但是毕竟美俄离中东地区非常的遥远，只能扶持势力，保护美俄自己的利益。而就在叙利亚旁边的土耳其彻底看不下去了，同时向美俄放狠话。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呼吁美俄军队要么赶紧离开叙利亚，要么等着被歼灭。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不但威胁了俄罗斯，同时还警告自己北约老大美国。看来土耳其似乎是有非常大的底气，而且土耳其不只是嘴上说说的那么简单。前些日子土耳其竟然派出无人机发布传单，告诉了当地居民会把这些地方的所有反对势力全部消灭。当然被土耳其认为的反对势力其中就有美国和俄罗斯，同时土耳其也多方部署，派出了大量无人机侦察，军队也频繁调动。看来土耳其真的不是在开玩笑了。美俄估计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被迫联手一起对抗北约国家，估计俄罗斯蒙圈了，美国更是傻眼了。当然作为战斗民族的俄罗斯不会就这么简单的被吓退，完全没有理会土耳其的威胁。但是美军的反应出乎全球的意料，但又非常合乎美军的传统。据媒体报道，美军现在只是受到了土耳其的袭击威胁，在土耳其还未大规模军事行动之际，美军就已经开始决定逃离叙利亚。在短短的一天内，大量的美军武器装备从叙利亚运往别处，美军也放弃了这些区域的军事基地。是的，你没有看错，虽然土耳其是有一些军事部署，但毕竟还没有真正的行动起来，只是威胁了美军几句，美军就已经先怂了。美军又一次发扬了自己的传统异能，就是为了利益抛弃了自己的盟友。要知道这支盟友还是美军自己扶持起来的，连自己最忠实的下属都如此对待，看起来美国这卖队友毛病是治不好了。难怪有人说送美国的盟友才是最致命的，看来这句话确实是非常的有道理的。不过美国好歹也该有些骨气，稍微坚持一下吧。这美国连最低的底线都已经不要了。我国网友就表示，美国卖队友的如此的迅速，就这还想教唆盟友针对我国，恐怕到时候我国稍微强硬一点，美国抛弃盟友的速度可能比这次还快。从美国这些年的举动，如果还有国家看不出美国的丑陋嘴脸，还以为美国会全心全意地对待盟友，估计到时候也是被美国卖得最惨的国家。日本高端人才争相投奔中国，日本为何反应如此大？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人士弃日投华？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近日，日本一篇文章指出，作为科学界的重量级人物，为何都要去中国发展？显然，日媒在人才外流这个问题上有诸多的担忧。之前的国宝级化学家藤岛昭投奔中国，已经在日本内引起了一片哗然，日本人对此很是愤怒。此外，还有一位同等重量级的专家玉子柴克彦早已经奔赴了中国。毫无疑问，日媒的抱怨其实也是日本面对人才流失的一种反应。中国对日本人才的吸引已经到了日本的一个容忍节点，给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力。藤岛昭，东京理工大学的前校长，被称为光催化之父，在日本光触媒里占据着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是这个领域的领跑者。玉子柴克彦，日本脑神经科专家，目前是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研究所的教授。光从这两人都是诺贝尔奖的热门人选看，就知道日本的心中在滴血，更不用说这两人只是人才流失中的典型代表。这侧面反映出来一个现实，越来越多的日本高端人才对中国开始向往，并打算前往中国发展，这无疑是让日本感到最恐惧的一点。毕竟高端人才变相等于技术，而科学技术始终都是第一生产力。这也就是说，人才的流失会逐渐让日本面临一个发展的窘境，进而导致技术上的进一步落后。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日本高端人才放弃在本土贡献自我，转身都争着投奔中国了？其一，越来越多的日本科学界重量级人物纷纷都争着投奔中国，这反映出中国在很多领域已经开始超过日本。中国有很多日本所不具备的技术，再加上中国激烈的竞争背景，更能让他们感受到压迫，会带来更多的动力。
其二，待遇更好。有句话说得好，有钱能使鬼推磨。日本内部的研究经费克扣严重，科研发展也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对比中国的整个科研环境，日本的就显得有点糟糕。上田多门甚至直接称，中国提供的实验室规模更大，设施仪器也更加先进。其三，日本一直企图拷贝中国，将中国的先进思想引进日本，以期实现产业文化的崛起。事实证明，简单的拷贝中国行不通，归其根本还是东施效颦，得不到认可。对于高端人才争相投奔中国，日本人一直都是痛心的，认为这简直就是耻辱，要彻底把人才流失之风刹住。正所谓治标不治本，日本要想根结此事，还是得把自身的技术练硬，更要好好做个人。巴基斯坦真是太硬气了！印度渔船嚣张跋扈闯入巴铁海域，巡航舰多次警告无果后，直接开火射击，1名渔民死亡，多名印度船员被俘虏。敬请关注本期内容，了解详情。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印度在美国的教唆和怂恿之下，可谓是非常嚣张。有了美国的几句甜言蜜语，分不清自己是谁了，以为美国会真正的帮助印度，但实际上他们其实是上了美国人的当了。印度只是美国用来干扰中国的一个工具，因为美国人的眼里只有利益。从美国对待乌克兰的情形上，我们完全可以看出，美国不过真正帮助一个愿意为自己效力的国家，但印度人就是不知好歹，大幅度渲染边境气氛，对中国叫嚣后，现在就连印度渔民也跟着嚣张起来了。据相关消息报道，近日巴基斯坦海事局表示，一艘不知名的印度渔船无端闯入了巴基斯坦领海，随后巴基斯坦当即进行了警告驱离，但是在多次警告后，该渔船仍然无动于衷，于是巴基斯坦巡逻舰对其果断开火射击。据悉，巴基斯坦政府发表声明表示，被射击的船只曾被巴基斯坦巡逻舰多次警告，试图拦下这艘船，随后还鸣枪示警，但他们依然没有做出回应，也没有改变航行方向，直到开火射击的时候，他们才停了下来。截止目前，这场冲突已经导致1名印度船员死亡，多名船员被俘虏。对此，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印度现在是越来越猖狂了，多次警告，而且鸣枪示警后，他们还没有反应，所以巴铁这样的举动是没有错的。如今不说印军狂妄至极，时常对我们叫嚣，就连印度渔民都开始变得不知好歹了，因此也该是时候教训教训他们了。如果放任不管，他们很可能会借机制造混乱，危害到国际安稳的趋势。渔船闯入领海，而且多次警告却没有动静，这显然是在践踏巴基斯坦的主权，所以巴铁敢于亮剑的举动是正确的。此外，一艘普通的渔船就敢和巴基斯坦巡逻舰硬刚，这其中可能还有猫腻。我们都知道，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一直都不是很稳定，所以这其中还可能有印军作祟。如果不及时阻止这样的行动，巴基斯坦军队的安全还可能受到威胁。目前，印度一再表示，闯入巴基斯坦海域的这艘船是渔船，但真实性还可能有待考证。总之，我们还是奉劝印度不要再执迷不悟了，看清国际局势，掂清自己几斤几两。如果妄想着美国人会给印度撑腰，那就是太愚蠢了。非洲联盟中的国家都想使用我国的北斗，同时还将与我国在航天事业上深度合作，或许我国将带领非盟走向太空。印度人表示，我们都还没去过太空呢。敬请关注本节目。据媒体报道，近日在北京举行了国际会议，我国将和非洲联盟在推广和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这是我国与非洲联盟的首届北斗系统合作论坛。我国和非洲联盟都非常的重视，包括8位政治部长和8位驻华大使在内的近50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参加了此次活动。我国卫星导航委员会主席等航天领域的重要人物也出席了会议。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目前我国现在最大的天基系统，也是全球4大导航网络之一，在很多性能上更是超越了美国的 GPS。俄罗斯的 GLONASS 和欧盟的伽利略，在全世界已经超过一半的国家都在使用我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但是像这次几乎整个非洲近50个国家同时需要使用我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确实也是非常罕见的事情。这也代表了我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经获得了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肯定。美国专业人士分析到，中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非洲大陆推广，将会让整个非洲快速发展起来，不但能够培育当地的产业和企业，帮助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也能够带领非洲的民众脱离贫困，这才是真正的在造福全人类。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确实如同这位美国专业人士所说，我国一直是一个爱好和平友好的国家，也愿意与世界上任何真诚的国家进行合作双赢。从事实也证明了，随着我国逐渐强盛，我国也帮助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国家脱离了贫穷与落后，更是收获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感激和友谊。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国对整个世界应该有的贡献。不但如此，我国也将在航天事业上与非洲联盟深度
合作，或许在不远的未来，我国将会帮助非洲联盟建造出属于自己的卫星，同时也会带领非洲联盟走进太空，与我们一同探索浩瀚的宇宙。印度一直自诩自己是世界强国，各方面的技术更是全球领先，更是把我国当作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有时候甚至把美国都不放在眼里，但是这次我国与非洲联盟的合作就引起了印度网友的激烈讨论。有印度网友就表示，随着非盟和中国在航天领域进行合作，非洲肯定可以在短时间内建造出属于自己的卫星，甚至有可能被允许加入中国的空间站探索。我们印度都还未进入过太空，难道在将来整个非洲在航天领域上都会走在印度前面？这是我们无法忍受的事情。要知道，我国在各项技术上早已把印度甩得非常的远，早已经不屑跟印度去对比了。或许以后真的会如印度网友所想象的那样，在我国的帮助下，整个非洲在航天领域上都会迅速的与印度拉开差距，到时候印度可能得先去追赶非洲的脚步了。